2024年结婚数据再次惊掉众人下巴。根据民政局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610.6万对，离婚登记数为262.1万对。2023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768万对，办理离婚登记259.3万对。相较而言，全国结婚登记数减少了157.4万对，下降了约20.5%，离婚登记数则增加了2.8万对，上升了约1.1%。而中国人口已经连续2年负增长，并且进入难以可逆的下降区间，这不仅是当前社会的现实，更是未来经济复苏的关键一环。你可能没意识到，我们曾经享受过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红利，而人口负增长带来的红利则将在20多年后全面释放，而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命运将面临大器晚成或碌碌无为的抉择。那么趋势在哪里？我们又该如何把握？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。大家好，我是遨游鱼塘的躺平猫，一个努力让数据开口说话的财经博主。其实，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早在2010年就已经显现。从1980年到2010年，15到59岁的劳动人口以每年1.8%的速度快速增长，但2010年后，这一趋势开始逆转，进入了负增长时代。当时70后和80后正值生育高峰期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他们对生育充满热情。只要政策稍微放宽，生育率就能迅速回升。但为什么当时没有放开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为了给每一代人留出充足的时间差。回顾过去几十年，我们经历了3次婴儿潮，分别是1949年到1951年、1962年到1970年，以及1981年到1990年。这3次婴儿潮分别对应了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3代主力军。80、90年代，我们最缺的是房屋、路桥等基础设施，而50后和60后正值壮年，迅速填补了基建的劳动力缺口，成为城镇基建的主力。进入21世纪，随着中国加入 WTO， 外贸订单激增，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。70后和80后则完美承接了这一需求，成为制造业基建的中坚力量。而最近几十年，通讯和互联网行业的崛起，让市场对信息化建设和互联网生态的需求大增。80后和90后也因此成为互联网基建的一代。这3代人通过几十年的努力，为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。你可能会问，财富在哪里？其实，财富就在我们身边。平整的道路、照明的路灯、飞驰的高铁，这些都是财富的体现。然而，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没有成本，也不能无限扩张。当达到一定阈值时，建设必须停下来。而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停工的时代，或者说，我们开始进入享受基建的阶段。经济发展和吃饭很像，饿的时候要拼命吃，但不能一直吃，总要留时间消化。同样，我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。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以极低的成本享受近乎免费的基础设施，但也因此失去了社会基建带来的财富机遇。那么年轻人该怎么办？还有哪些基建可以参与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围绕财富消化而诞生的服务业基建。仔细想想，50后和60后在职业生涯中的育儿成本很低，父母2人共同抚养一个孩子，加上社会抚养制度和公办教育的支持，节省了大量时间用于赚钱。而当他们老了，一个年轻人需要赡养2个老人，如果精力不足，财力就必须跟上。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？其实就来自父辈年轻时节省的养育成本。权利与义务、风险与收益总是平衡的。更直白地说，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上的老人手中，而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8.6岁。这意味着未来18.6年里，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将集中在财富继承和消费上。一个年轻人对应2个老人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年轻人将继承2个老人的财富。当然，如果你的父母年轻时没有积累足够的养老钱，你可能需要去赚别人父母的钱，或者为别人及其父母提供服务。随着人口逐渐减少，社会财富将像沙漏一样逐渐流向并集中在年轻人手中，时间越长，这种现象越明显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是一种财富的代际补偿。然而，这也意味着当前20到40岁的就业人口在未来5年内将面临巨大挑战，因为花钱的人和有钱的人不是同一批人。
因此，无论我们如何刺激消费，效果都会有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低端消费和低利润将长期主导市场。但随着财富代际转移的推进，社会消费能力将逐步提升，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熬过眼前的几年。顺应趋势的人可能会迎来大器晚成的命运，而看不清趋势的人，稍有不慎就会踏错节奏，成为庸庸碌碌的一代。那么，面对这种趋势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？如何在这一轮的财富消化周期中去积蓄我们的力量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咱们下期再见。